上一讲谈到武帝微服出行，这段史料出自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司马光的考虑重心毕竟在资治2个字上，所以无关弘旨的细节都删除掉了。但今天我们如果采取制度和风俗的视角，就会发现那些细节反而呢是最值得玩味的部分。现在我们就返回《汉书》，逐一看看这些细节。第一处是微行常用饮纣仪，意思是说武帝微服出行呢，经常发生在饮纣仪式结束之后。纣是当时最纯的酒，前文当中我们已经见识过汉赵人酿造的2种酒了。酿造1夜就能喝的叫李，酒精含量最低。当年穆生发现第3代楚王刘戊没有像前2代楚王那样给自己特别准备礼酒，就见微知著，求神隐退了。穆生酒量很浅，所以给他单独准备礼酒，这是贴心的关照。袁盎出使吴国，被吴王刘濞扣留，危在旦夕。他的一名老部下买来美酒，款待那些看守袁盎的士兵，把他们通通灌醉，救袁盎脱离险境。灌醉这些士兵的美酒叫做醪，酒精含量显然呢比李要高，不然呢就醉不倒人。接下来比醪还要醇厚，酒精含量更高的就是纣了。纣的酿造方法是所谓正月旦错8月成。汉朝以10月为岁首，10月初1开始酿酒，一直酿到8月，就快到年底了，这才拿出来喝。这将近1年的时间里，并不是把酒封起来不管，任它自然发酵，而是要酿造好几遍，并且当再次酿造的时候，加的不是水，而是酒。也就是说反复用酒酿酒，最后的成品就是纣。纣这种级别的酒，并不是全年都能喝得到的，更不是日常饮品，而是宗庙祭祀用的。国之大事，在此与戎。天子主持祭祀大典，典礼用酒，不是礼，不是醪，而是纣。诸侯要为祭祀大典凑份子，份子钱呢有一个专门的名称，叫做纣金。这个词很重要。后来汉武帝经常在纣金这个事情上吹毛求疵，剥夺贵族们的爵位和封地。我们再看《汉书》记载的下一处细节，原文是8、9月中，与世中、常侍、武季及代赵、陇西、北地良家子，能骑射者7诸殿门。时间之所以是8、9月中，正是因为纣的酿造是正月旦作8月成。在饮纣仪式结束之后，年轻的皇帝带着酒意到殿门和侍卫们碰头去了。这些充任侍卫的人，从头衔来看，可以很粗略地望文生义。侍中就是在皇帝身边侍奉着，常侍经常侍奉着，武季骑马的武士，代赵虽是天后皇帝吩咐，当时卫青就有侍中头衔，所以在这样一群偷摸行动的侍卫当中，多半就有卫青一号。至于陇西、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，陇西郡和北地郡都是边郡，因为常年应付匈奴，所以形成了骑射传统。朝廷呢会从当地选拔一些出身清白、精于骑射的年轻人进宫当差，方便皇帝就近考察，酌情任官。当集合完毕，一群年轻人就带着违法犯罪的兴奋感出发了。出发的具体时间是夜漏时刻下乃出，这里体现的是当时的计时方式。所谓夜漏是相对于昼漏而言的。漏是一种铜制容器，底部呢有小孔，当容器里边装满水，水就会从小孔慢慢漏下去。因为漏水的速度是均匀的，所以这种容器就可以用来计时，像今天的钟表一样。漏壶的式样有很多，但原理都一样。拿常见的一种福建漏来说，全套设备分成2部分，上半段是漏壶，下半段是涧壶。漏壶里的水匀速注入涧壶，涧壶里边的涧其实是一只有刻度的浮标，伸出壶盖上的小孔，浮标会随着水位的升高而匀速上升，伸出壶盖的部分就能够以刻度的形式显示时间的流逝。古人以漏壶计时，原本一昼夜等分为100克，然后一分为2，白天的部分叫昼漏，一共50克，夜晚的部分叫夜漏，也有50克。
但一年之中只有春分、秋分这2天才是昼夜等长的。这种把昼漏夜漏对半分的办法过于简单粗暴了，而且严格以日出日落划分昼夜也并不合乎人们的日常习惯，因为日出前和日落后都有一段天色尚亮的时间，人们习惯都把这2段时间当成白天，所以昼漏夜漏的划分方式就有必要做一点调整。调整之后，在春分、秋分2天，虽然从日出和日落的角度来看昼夜均等，但昼漏和夜漏不再对半分了，而是昼漏55刻，夜漏45刻。相应的，夏至日是全年当中白天最长、夜晚最短的一天。漏刻规定为昼漏65刻，夜漏35刻。冬至日是全年当中白天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。漏刻规定为昼漏45刻，夜漏55刻。极限值都规定清楚之后，平均每9天依次递增或者递减1刻。比如冬至那天昼漏45刻，夜漏55刻，9天之后变成昼漏46刻，夜漏54刻，再过9天又变成了昼漏47刻，夜漏53刻。白天就这样1刻1刻的变长，夜晚就这样1刻1刻的变短，时间就这样1刻1刻的流逝。今天我们常说呢，1刻钟就是这么来的。但如果仔细一算，一天24小时被100刻平分，那么每一刻对应着 14.4 分钟，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15分钟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因为清朝推行时限历，一昼夜不再分成100克了，而是改成96克。从此以后，一克呢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15分钟了。让我们看回汉武帝。在殿门集合之后，夜漏10刻下乃出，现在我们就能知道了，他们要等到夜漏10刻下才出发。夜漏1刻是天刚黑的时候，1刻相当于 14.4 分钟。那么大体上说，他们是在天黑之后再过2个半小时才开始行动的，然后一玩就是一整夜，玩到第2天天明。旦明，入山下池，设鹿食狐兔，首阁熊蹄，持物禾稼稻金之地，民皆嚎呼骂厉。夜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度过的，似乎除了围着篝火喝酒聊天也做不了什么。但天一亮，他们就开始舒展筋骨了，纵马射猎倒还正常，但年轻人显然呢还要追求更刺激的活动，徒手和熊搏斗。最后的重点是持物禾稼稻金之地，民皆嚎呼骂厉。武帝一行人在农田里边纵马奔腾，糟蹋了不知道多少庄稼，惹得老百姓扯着喉咙大骂。我们又需要注意时间线索了。纣的酿造是正月旦作8月成，武帝微服狂欢是在8、9月中。饮纣仪式结束之后，汉朝以10月为岁首，这个8、9月中正是庄稼的成熟季节。老百姓不干了，一起去找地方官讨公道。这种事情地方官当然要管。就这样，县令一行人和武帝一行人面对面了。武帝出行打的是平阳侯的名号，县令呢如今要见一见这位平阳侯了。这场面太尴尬了，武帝呢自然不肯露面。侍卫们都是新的，举起马鞭要抽县令。县令大人被激怒了，让手下控制住武帝一行，不许他们离开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《汉书》的描述有点语焉不详，估计是武帝一行人长着人多马快跑了，只有几个腿脚慢的倒霉蛋被县令扣留下来。他们几个为求脱身，向县令出示了皇家信物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被扣留了很久。估计县令终于明白这些坏蛋的头子就是当今天子，最后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武帝是越玩越开心呀，微服游乐的时间越拉越久，甚至呢要随身带够粮食，一玩就是5天。之所以会有5天这个极限值，而不是6天、7天，是因为武帝每5天要到长庆宫探望太后和太皇太后。上的山托中玉虎，某天武帝一行人到了一个叫博谷的地方，已经是夜里了，找了一家旅馆投宿，向老板呢要水喝。按说这么多客人上门，而且看着都不像穷人，老板应该热情洋溢才对。
但老板的答复是药水没有，药尿管够。老板之所以这么不客气，是因为他越看武帝啊越不像好人。想法呢倒也合理，好人家是会在这个世界浩浩荡荡去旅馆投诉呢，肯定非奸即盗嘛。老板呀很有正义感，当即呢召集本地少年，准备拿下这一伙坏人。但老板娘啊有眼力，看武帝仪表不凡，赶紧叮嘱老板，要他呀别闯祸。见老板一跟进，老板娘呢就灌醉了他，把他绑了起来。本地少年群龙无首，自然呢也就散了。老板娘这才拿出殷勤劲儿，杀气备犯向武帝赔罪。一场风波就这样消弭于无形。第二天天明，武帝回宫，以千金答谢老板娘，大概也看中了老板的勇武，让老板进宫当了御林郎，这是皇家侍卫的一种。博古之行虽然有惊无险，但毕竟呢让武帝收敛了一些，不敢再随意投诉了，而是秘密设置了若干处专属休息站。但问题是，博古旅店作为一家私营旅店，按说盈利才是第一位的，老板为什么好端端放着大生意不做，反而要行侠仗义呢？武帝一行也很奇怪，为什么不住官营旅店，非要去住民宿呢？难道是为了新奇感吗？整件事到处透着蹊跷，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